有人吗？来了来了来了！哎，大娘您好你们是谁呀？啊，我们是谢主任的同事。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哦，我们是那个，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你从哪儿来的？我当然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着这儿来呢？你别喊，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少来我家！老谢，我告诉你，洪亮，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哎，别激动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妈，快还怎么疼啊？疼也没事。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稍等是，哎，好好说。没事，老太太，没事。谢主任，叫我来，你别扒拉我，来，小张，我跟你说好。哎，您说，不是说吗？啊，今天你们审了我1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不怀疑啊？因为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1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你管得着吗？洪亮，小张，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都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盯梢是吧？肯定的呀。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得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盯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郎吗？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多不吉利呀！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行，那你别告我走。走！是，哎呀，好心好意，真是的。哎，你多问一句，你摄像头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前2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去给老谢正过来吧。我挣啥呀？嗯，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干什么，小张？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整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洪亮，我告诉你，我鸡要有3长2短，我怎么饶不了你？你听我说，洪亮，你怎么洪亮？洪亮，你别进去啊！洪亮，洪亮，鸡窝他妈有什么看的呀？哎呀，季如你怎么咬人呢？洪亮，你怎么这么疯了你？季如，我天哪！洪亮，你出去！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今天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没事。谢谢。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无限的。张文静没事了。那我减刑的事呢？啊？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你只管说就行。张检，我是郑亚萍。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乔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继续。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检，给我们些时间，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张检，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张检，张文京案被扩大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市院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检，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2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景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你用脑子想一想，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姐，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好，行了，我放他走啊。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在外边等我。哎，好嘞，好。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咋那么侮辱人？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给我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我哪句话说的有毛病？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2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你凭什么让我到2楼去聊啊？哎呦，你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你们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对呀，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案吗？就是因为万海牵扯进来的。我现在告诉你，万海案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这个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都不想给你。你不用在这块一天到晚，你拿点小恩小惠，你还腐蚀我，我什么干部素质，我什么底线？这不有更好的吗？借。郑主任，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请坐。好。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郑主任您好。之前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10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对我们还挺了解的。不瞒您说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2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1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子妍。你好，那咱们就开始吧。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谢谢。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4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你不是吗？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不要有侥幸心理。我有啥侥幸心理啊？你最清楚，我就想早判刑、早服刑、早点回家。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那就是巧合了，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在看守所待了2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
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不认识。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吗？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理解。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开饭啦！哦。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呛呢。啥？因为啥事儿啊？那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就因为这事儿啊？不是，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暗什么示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你先吃。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吃点菜呀。喂，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海文呢？喂，哎呀，又得给领导汇报工作了。还是建议回避呗。好。联系订婚啊，李仁俊没告诉你吗？没说呀。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谁嘴这么快啊？你说还能有谁？刘韵呢？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心骨眼儿，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去一趟，要不然我老尴尬了。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不是，我不想去。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哎，这么多呢，1888。这钱啊是给李艳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我差你的222啊！你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行了，挂了。刘总，我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啥时候都行啊。有才，红哥，有才。有才，你别跑！啊，2年多了，我堵了你多少回？红哥，咋的？这辈子不见我了？是王玉举报了你们万家，不是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好使！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了，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啊？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红哥，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哎，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我眼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我别这样！红哥，我知道是我错，也特别后悔。对不起，红哥。
苏英，这女的干嘛的呀？省公安厅的苏英你不知道？跟咱罗队一个警校的，比他还小2届，弦儿一样大。我们女经理的这个，不是他这个他也不能说让咱停咱就停啊。我们布控布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盯这个人盯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你让我们说撤就撤，咱俩谁搅和谁呀？你知道我们盯这帮人盯了多长时间了吗？你的贸然行动差点暴露了我们。我们哦，这是我们的辖区。我是代表省厅在办案。我们就事论事，我们今天要抓这个李安福，他涉及的是命案，命案就是大案，就是要案，命案必破，对吧？在我们眼里，命案也是大案要案。我告诉你，和李安福在一块儿的那些人涉及的案子更大。没有人告诉我呀。你确定要在这儿跟我聊案子吗？赵局，是我。对，我就在这儿。我先跟您汇报。好，您先讲。啊？不是，那您怎么没早？哦，您也是刚，没问题，理解，哎，都是工作，完全明白。罗队长，哎，还有什么需要我解释的吗？苏队长这儿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请您带上您的人离开我的布控现场。马上。陆队，咱们现在干嘛？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咱去哪儿啊？青城大学。那咱去青城大学干嘛呀？我是不是要去哪儿一桩桩一件件都得跟你们仨报备一下啊？不用。我再说一遍，青城大学。走啊！王雪的案子是由我们警方负责，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再掺和了。我这次来就是告诉你，你不要管，也不要碰，别给我们警方添麻烦，明白吗？只要是不违法的事情，不管我做什么，跟你都没关系吧？对，没关系。你怎么好赖话都听不懂呢？你是不是家传天然就对我们警察不信任？我相信你还是信任的。话重了啊，反正就是你多理解吧。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现在没这个必要了。再说你也未必信任我。你呀，哎，文杰，罗队，你们可算回来了。赵局有个会议在楼上等你们。怎么没提前通知？哦。这个就是被盗渔夫王飞林的内官关果。
哎，报告，你怎么刚回来呀？这都等你半天了。没通知我们开会，我们完事就往回赶了。罗队长不是早收队了吗？怎么比我还晚了一步？堵车呀。苏队啊，你看小罗他刚回来，麻烦你再给回顾一下呗。没问题。刚才说到一半啊，那我就言简意赅，给罗队长和各位同事再说一下啊。我们省公安厅刑警总队近1年来综合调查本省数起文物和艺术品失窃案，都与一个文物跨国走私集团有关。2个月前，余江市文物市场上流出几件马王坡古属渔夫王飞林的墓葬品。经过我们摸排调查，加上余江市局刑警大队的全力配合，我们抓到了一伙盗墓贼。这帮人受重金雇佣，偷走了王飞林的棺椁和其他墓葬品，而他们的雇主就是这个文物走私集团。那个，我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就是想问一下苏队，您说了这么多，这都是走私集团的案件，但是现在我们现在负责的是诈骗这个2个案件。别着急啊，哎，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左边这3个人是走私集团的成员，马有芳、张猛和于田，绰号分别是马杆、厨子和糖果。他们受一个叫红姐的人指挥。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没能掌握红姐的真实身份。这3个人最近从余江到了青城市，就住在我们刚才碰面的嘉丽宾馆。那不就是李安福跟这事儿也有关系？没错，他们在宾馆里和李安福见了面，我们怀疑李安福会参与他们的后续计划。什么后续计划？是这样，渔夫王飞林的棺椁据史籍记载重达数十吨，该集团想要出手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想知道他们把珍贵文物藏在了哪里，同时也想顺藤摸瓜找到3个人背后的红姐。这是一起大案，所以刚才真是不得已才叫停了你们的抓捕行动。罗坚啊，苏队他们下面的工作需要咱们的大力配合。是，肯定配合。虽然咱们的电信诈骗案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为了防止嫌疑人有所察觉啊，先不要打草惊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赵局，就是我们现在手头负责的这个电信诈骗这一块呢，死人了。您说我们如果现在就停到这儿，我就怕家属这一块可能会有点着急，因为我们需要尽快给人一个说法，包括赔偿啊，包括死因呐，这些东西都要在社会上对我们这个公信力是吧？人肯定是要抓的嘛。那个李安福有咱们2方面的人看着呢，他跑不了。明白了，赵局。那我现在去把李安福整个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做一个汇总，你给我坐下。罗队长，到。我是真心需要你们的配合帮助。其实这个文物走私集团不光涉及到李安福的案子，跟你们之前查的案子也有一些联系。哪一个呀？月神案。月神案里的嫌疑犯李淑婷，不久之前曾在余江市跟这3个人见过面。我们怀疑李淑婷为这个集团做事，或者至少是合作关系。除了李淑婷，我们还有一条线索，大家看一下最右边的照片上，这个男的绰号苍蝇，上周因为伪造艺术品被我们抓获，在审讯过程中他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张莹，我们在你的工作室里发现了一套国外订购价值不菲的红外扫描仪和有机玻璃切割仪器。我们查了一下，这好像是医学机构做义眼用的，你用这个干什么？交代清楚。是一个叫丁生火的人，他找到了我，让我给他伪造2样东西。丁生火找苍蝇做了一份掌纹模型和一份切割仿生虹膜，
这两样东西他依照约定带到了青城市，放在了一个叫逐浪游泳馆更衣室的9527号柜里。逐浪游泳馆。这位同事有什么问题吗？大点声。昨天呢，我按照罗队的要求去梳理李淑婷摩托车的行动轨迹，在案发的前一个晚上，华苑路的一处摄像头拍到过这辆摩托车。华苑路有一个游泳馆，就叫逐浪。这就对了啊！苍蝇为丁生火做了掌纹和虹膜，极有可能是想要交给李淑婷的。我看过卷宗，押运月神之类的密码盒应该是用掌纹打开，那掌纹模型应该是他们的重要作案工具。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有2点疑惑了。如果李淑婷有打开盒子的掌纹，她为什么不在清安未达或者是押运途中就动手，非得等到项链交付后才调包？显而易见，后者危险更大，对吧？关于这个哦，还有一个，2个案子卷宗里没有任何跟虹膜有关的信息，那他们要这个虹膜到底是干嘛用的？关于这2点疑惑，我需要马上提审丁生火。罗队。配合，一定配合。我多句嘴啊，这个丁生火呢，我们跟他过过招，审了几次，反正比较艰难啊。赵局知道，就是审不出来什么东西。感谢提醒啊。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哎，你说。睡莲案和月神案的卷宗里提到了一个叫庄文杰。对，一个叫庄文杰的大学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是吧？罗队能不能引荐我认识一下？你是不是家传天然就对我们警察不信任？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爸爸，你等等我快走不动了。看这边。臭小子，来，爸爸背你。哎呦，爸爸真好。走喽。这个东西啊，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最近呢，走时不准了，我就寻思着是不是年月太久了，这里边有锈啊，我想找人给我清理一下。我都找了7、8家店了，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这个钟表齿轮上的死扣。您这是我最……这弦呀，不能上得太紧，太紧了容易坏，人也一样。哎呦，开了！哎呦，您太厉害了！哎呦，谢谢。
喂。这两样东西他收到尾款后，依照约定带到了青城市，放在了一个叫逐浪游泳馆更衣室的9527号柜里。嚯，你这手机碎的？啊，刚才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你今晚干嘛了？是做运动了吗？没有啊。那你这个心跳和血压怎么都那么高？1号晚上12，去更衣室取。12点，这都过了。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帮你搞的了。谢了啊。红姐让我问问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就让红姐放心吧。等下次出手，我就能彻底把那个女人拿下。到时候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那事成之后。做好你该做的，其他的不用你操心。我倒是懒得操心你们的事儿。不过红姐现在连红魔都没有拿到，一切都在红姐的计划中，拿到红魔只是早晚的事儿。你到底是想站在哪一边啊？我过去跟你说过，想要摆脱黑暗，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站在有光的一边。也就是最近有点糊涂啊，所以我想问问你，说你庄文杰到底想让自己站在哪一边？罗队，我有点不明白，您今天找我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想来问问你，说你住院期间都去哪儿了？有没有拿过什么东西？这东西给谁了？或者你藏哪儿了？有没有？这个东西不简单啊，而且这个东西对于你还有你周围的人，可能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什么东西啊？住院的时候我可是哪儿都没去过。油盐不进，揣着明白装糊涂。行，罗队，我觉得您要是有时间来我这儿问这些有的没的，您不如多花点时间在李安福身上。王雪的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呢。因为李安福这个案子很复杂，他对王雪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单纯，所以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电信诈骗，听明白了吗？这当然不是电信诈骗，他把人都害死了。我知道。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有必要把一步一步查案的进展我都要跟你汇报吗？我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在调查呀？那就麻烦您赶紧去调查，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因为丁生火可能是跟很多事儿都有那么点关系。你呢？现在倒成了一个被抓起来的人，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甭管他给你什么承诺，你自己不能上当。你爸爸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他们的案子早就结了，你呢？你还年轻，你不为自己未来考虑考虑？我自己的未来用不着你来操心。罗队，你知道吗？你说的特别对，我就是不信任你们。丁生火跟我爸是仇人，他之前还想害死我呀。你觉得我有可能受他摆布吗？那你上游泳馆干嘛去了呢？我已经在游泳馆的地上发现你手机碎屏的玻璃碴了。你跟丁生火你们俩打哑谜，他给你交代了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你拿没拿掌纹，拿没拿虹膜？什么掌纹，什么虹膜啊？哦，我明白了。罗队，你要是真的把我当一个嫌疑人来对待，你就把你的搜查令拿来，我家就在这儿，你随时想搜查就搜查。还有，你怎么就知道那玻璃碴是从我手机屏幕上掉下来的？你不觉得你这个逻辑有点太不严谨了吗？庄文杰啊，我会一直盯着你。如果你一门心思往黑处撞，我饶不了你。但是如果你选择光，我会陪着你。感谢您的提醒，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我尝你这菜，自己拿去。你们在这儿啊？我找你们好久了。来来坐。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啊，要是最近有我的微信和电话找你们借钱的话，千万不要相信啊，千万别转钱啊。怎么了？我今天上午不是出去买东西吗？结果一下公交，手机和钱包都丢了，里面有我很多重要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回来。那你有打回去过吗？有人接吗？我打了很多通，但是都关机了，肯定是被偷了吧？你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先去跟那个公交公司联系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把监控录像调出来。对，没事儿。如果手机跟电脑是关联账户，只要你手机开机，你就会用电脑定位了，用了什么软件啊，发了什么信息啊，都能知道。好，那我回去用电脑看一下。好。哎，对，知月，你来正好，你给我参谋参谋。我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所以我非常有必要改变一下我的形象跟气质。你要约会？你不会又被人骗了吧？别生气。不是网上的约会，现实的约会。萝莉音啊？不是，谁说宅男都得喜欢萝莉音、卡哇伊啊？我今天上午遇到那个姑娘。不一样，
老板，你这几个配件也太次了，给我拿几个好的呗。兄弟，你预算多少？3000。3000你也好意思挑？3000怎么不好意思挑了？老板，你找找，可以帮我配一台电脑吗？要最可爱的那一种。颜色要梦幻的，一定要和我很配哟。哟，配电脑吗？我可以帮你。那然后呢？就是老天保佑吧，他要的那张显卡吧，那家店没有卖的，然后他就把他电话号留给我了。我明天就再陪他去趟电脑城。哦，你这算哪门子的约会啊？你这顶多啊，就是被别人当做一个配电脑的工具人。你懂啥呀？我这叫做科技宅的浪漫。看你的了。梁小姐，这件作品请您看一下。梁小姐也喜欢艺术，主要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吧。她是名雕刻家，她还为我雕过一个作品。那你还记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吗？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轮廓，好像是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小女孩，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后来我父母离婚，我母亲就去了国外，那个作品也就被我继母卖掉了。这就是你印象中的作品，你母亲为你雕刻的。你跟我说过你母亲的事之后，我就多方打听，终于从一个收藏家的手里找到了她。嫁给我。今天下午3点20分的时候，李安福进入了青城市海港路的一家艺术展厅。他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这座艺术展厅。真好啊！哎，你们看了这李安福进进出出的，而且时间也都对。对。那他进去干嘛了？哦，他跟一个叫梁洛欢的女人约会。梁洛欢的父亲是知名的古董收藏家。我们在监视红姐时发现，他们这段时间都在帮李安福制造了各种机会接近他。通过摸清梁洛欢的喜好，马有芳给李安福伪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以便于他更顺利地接近梁洛欢。在还没有认识李安福之前，唐国等人就想方设法地制造各种机会，增加梁洛欢对李安福的好感。他在欧洲的展览那叫一个火爆，而且还都是邀请制，普通人是根本买不到票的。而且这伙人通过对梁洛欢的闺蜜下手，成功的让李安福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了梁洛欢面前。小姐，这是您丢的行李箱吗？在李安福的甜言蜜语和热烈追求之下，两人迅速地确定了恋爱关系。都是为你准备的。这个李安福为了进一步的控制梁洛欢，利用她和前男友的亲密照片，故意制造矛盾。
用分手、冷暴力、人格矮化等手段操控梁洛欢的情感。以至于梁洛欢以自杀相威胁，祈求和好。最终，李安福成功的在精神上完全控制了梁洛欢。以上这些是我们前期了解到的全部情况。我们怀疑红姐可能要通过梁洛欢做古董收藏的父亲进行销赃。那你知不知道，李安福同时还骗了其他的女孩子戴裸带？你怎么确定这个梁洛欢跟红姐的行动有关？对呀，这方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核实。在没有确定他们的真实目的之前，难道不应该重视所有的线索吗？在调查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另一个突破口。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今天上午，走私团伙的成员于田与孙志坚接触了。走私团伙的张某今天上午跟踪了庄文杰的大学女友林芷月，尾随他上了辆车，之后林芷月的手机和钱包就全部都丢失了。这能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关注到了庄文杰。哦，还有李淑婷，李淑婷可是他们的人啊。没错，而且庄文杰协助警方破获了李淑婷的月神案，万一是他们找他报复呢？以庄文杰为中心，走私团伙的成员同时和他身边的人进行接触。不对，不要告诉我，这仅仅只是巧合。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想从庄文杰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啊？就想来问问你，说你住院期间有没有拿过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简单啊，好几拨人盯着他呢，而且这个东西对于你还有你周围的人，可能都是一颗定时炸弹。胖子，你能不能反向查到他的 IP 地址，还有他的注册信息？悬，这些都得申请人网站后台数据了。那起码你把他注册的邮箱给我调出来。我试试。除了这个广告、垃圾邮件，什么都没有。庄文杰参与案子的卷宗，我可完完整整看过一遍。丁生火的案子，他是全程参与的。丁生火的案子呢，是庄文杰全程被胁迫，也有可能是被利用。丁生火对庄文杰可是下死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丁生火跟庄文杰他爸是私仇。一个大人能对一孩子下死手，你觉得他们俩能是一伙的吗？啊，话可不要说的这么绝对，万一他是想弃车保帅，让庄文杰成为我们信任的人呢？你们要的东西在我手里，3天后，青城市码头 A 区取货。